就是不娶吕家女。终有一日，刘姓各封王定要操起刀戈，将你们吕家人统统杀绝。高后，你听听。吕雉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手带大的刘长，竟想将吕家赶尽杀绝。而这一切的开端，仅仅是由于他让刘长娶了吕家的女儿。可刘长誓死不从，结果被强行带到了殿前，身旁侍女厉声斥责他：放肆，竟敢这样和太皇太后说话！你想教训我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这话说得对，长儿是谁呀？刘长作为刘邦的第7个儿子，从小就在吕雉跟前长大。虽说不是他亲生的孩子，但从某些地方来说，吕雉对刘长的疼爱甚至超过了亲儿子刘盈。你嫌樊小长得丑，不要，母后依了你；你要张苍去做你的丞相，母后也依了你。吕雉实在想不明白，自己千挑万选给刘长挑了个美若天仙的婵儿，结果刘长非但没有感谢自己，反而还破口大骂吕氏一族。这位母亲质问刘长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，然而刘长也憋了一肚子委屈。他说母后的养育之恩，自己永远记在心里。可如今母后的做法却让他十分气愤，因为这些年吕氏族人在您的怂恿下行事越发的猖狂，他们就像蛀虫一样，牢牢地钉在我们刘姓的各个封国，当的为丞相，监视我们。女的不管长得如何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蛇蝎心肠，都要戴上王后的凤冠。刘长当场表态，就算是人头落地也不会娶吕家女子。他一件件的数落吕家这些年是如何欺压刘氏。二哥刘盈被逼到郁郁而终，四哥刘恒为了不跟吕家联姻，15岁便娶了一个宫女做了王妃。仅剩的几个兄弟，要不被逼得上吊自杀，要不就是委曲求全成了吕家的女婿。他们可是汉高祖刘邦的嫡系子孙，如今却混成了这副模样。说着说着，激动的刘长再也绷不住。父皇，贤弟，你们看看你们的天下吧，你们的天下眼看着就被吕家人给蛀空了。刘长将心中愤恨全部倾泻出来，此刻他索性豁出去了。他对着殿上的吕氏族人说，总有一天刘姓的封王必将操起刀戈，将吕氏一族屠戮殆尽。听到刘长的悖逆之言，可吕雉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夸赞刘长的这番话喊出了帝王的气势。但现在该轮到吕雉说话了。跪下，刘长。吕雉拿起凤头拐杖，这是他第一次教训刘长。在吕雉看来，大汉的天下能打下来吕家也有一份不小的功劳，所以享受这份尊荣也不为过。本太后的兄长就是让楚国的乱箭在身上戳了18个窟窿，战死在疆场上的时候，你还没出世。何况自从他启用吕家掌权以来，汉朝的百姓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，如今的大汉天下已是蒸蒸日上、国泰民安的景象。所以吕雉劝刘长别听那些闲言碎语，该去听听百姓怎么讲。怎料刘长就是听不进去。母后不用动圈子，长儿就是不娶吕家女。随着歇斯底里的喊完，刘长也因急火攻心瘫倒在地。吕雉看着自己最宠爱的儿子，他还是在苦口婆心劝说刘长返回封地封吕禅为后，这样他还是会既往不咎。可此时吕雉发现刘长已经没了动静，惊慌的他连忙上前查看，在确定刘长只是晕过去以后，吕雉才放下心来。这淮南王死小子气性大，去给我多弄点水来，把他给我喷醒浇醒，待他醒后把他给我拖回淮南国去，让他一定娶婵儿为后。在处理完刘长的事情后，吕雉又把他的箭瞄准了刘邦还活在世上的另一个儿子刘恒。他发出一道诏令，询问刘恒是否愿意离开贫瘠的代国，前往富得流油的赵国。如果刘恒答应，就说明他心里不老实，便没必要留着；如果刘恒拒绝，那就说明他是个没胆量的废物，杀不杀的也无所谓。然而刚成年的刘恒又哪知道人心险恶，反而单纯的认为吕雉是在犒劳自己对代国的付出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喜讯告诉了王妃。而得知消息的窦漪房欣喜不已，因为赵国正是他的老家，他心里一直挂念着留在故乡的父母。大王几时动身啊？还不知道母后和舅父的想法呢。刘恒这话刚说完，舅舅伯昭就走了过来。伯昭可不像刘恒那样兴奋，反而一脸担忧的神情，因为他已然看出吕后此举定没安什么好心。之前那么多皇子不都一个个遭了殃吗？吕后手段有多狠，大家都是亲眼见过的。但看着刘恒一心只想着去赵国，伯昭忍不住提醒他，这事儿还得往更深处琢磨琢磨。太皇太后的意思，他是在跟代王商量，不是非要代王去赵国。如果代王坚决不去赵国做国君的话，太皇太后也不会勉强。况且抢着去的人多了。听了舅舅的提醒，刘恒陷入沉思，于是当天夜里就向母亲请教这背后的深意。
薄姬从不干涉刘恒的决策，而是一步步引导刘恒看清事情的本质。自从赵王刘如意被毒害后，赵国就成了天下封王梦寐以求的宝地。不仅刘家的皇子想去，就连吕家人也在虎视眈眈。如果如意不去赵国为王，而是来了代国，他会遭此结果吗？为什么不会？刘恒顺着母亲的话，渐渐地梳理思路。一方面，代国处于偏远荒凉之地，本来救国平民若对朝廷不构成威胁；另一方面，代国还是大汉的边疆，时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，因此军队更是无法随意调动。无论哪个封王想在这造反，都得面对腹背受敌的窘境。刘恒的分析让薄姬十分欣慰，可下一秒，刘恒却又露出单纯的一面。可是母亲不是七娘娘，恒儿也不是三哥如意。而且吕太后对母亲、对恒儿也还颇为恩宠。薄姬觉得儿子还是太天真了。他告诉刘恒，你看到的都是些表面文章。在薄姬看来，要是刘恒真去了赵国，就等于掌握了刘姓诸王中最强的实力。但他实在不愿让儿子去冒这样大的危险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只期盼刘恒能够平安度日。薄姬表示自己不是欺负人，刘恒也不是如意。他让刘恒好好想一想，吕后为什么对他们母子下这么狠的手。世人都以为那不过是后宫争宠，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罢了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们根本就是在争夺皇权啊！五皇子、六皇子活着的时候要去，如今吕台、吕产也要去，这赵国又成了人人争夺的后土。如今的天下姓什么？至少有一半姓吕。你要是去赵国，那就是挡了吕台、吕产的路，到时候他们母子二人的路就会像戚夫人和如意一样。而皇太后这么做其实是在试探你有没有野心。刘恒听后连连点头，他这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。接着薄姬再次告诫儿子，你既然身为一国之君，一定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，也不要被斗鸡的枕边风吹的丧失判断力。面对母亲的点拨，豁然开朗的刘恒向母亲郑重承诺，今后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接着薄太后提醒刘恒，不妨去看看现在代国百姓过得怎么样。于是刘恒按照母亲的嘱咐，第二天来到好友张武所在的村庄，不料刚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大王，百姓们都希望刘恒可以留下来治理代国。刘恒慌忙上前将百姓扶起，可其他人却怎么都不愿意起来。直到他说出自己不走的承诺时，众人才纷纷站了起来，因为这是他们遇到过最好的国王。乡亲们，本王来代国10多年了，看到你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本王心里很踏实，真的感到非常欣慰。你们看，张武家现在养上羊也养上鸡了，粮屯里也储满了粮食。你们家家都能这样吃得饱穿得暖吗？能。刘恒心中满是欣慰，他向百姓们保证，自己不但不会离开代国，还会将这片土地治理得更加繁荣。而也正是这场关于赵国之邀的抉择，让刘恒在成长为一代明君汉文帝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。而另一边的刘璋为了自保，竟主动投靠吕氏一族，也因此换来了吕雉的信任与重用。吕雉不仅做主让他娶了吕禄的女儿，更封他为朱虚侯，执掌宫中禁军大权。吕雉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各地诸侯都看清楚，只有与吕家联姻，才能在朝中站稳脚跟。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安排竟是给自己挖了个坑。